原来小仙熊的妈妈贤贤的可爱程度，丝毫不比儿子贤贤仔差呀。贤贤2014年出生在卧龙神树坪基地，妈妈是大美女公主，爸爸是卢黄卢卢。贤贤继承了爸爸妈妈的所有优点，长得十分的标致，大大的米奇朵朵和精致的眼圈，在当年也是妥妥的颜霸的存在。原来贤贤仔的颜值都是有迹可循的，他和妈妈小时候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就在贤贤出生这一年，恰巧赶上大型纪录片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的拍摄，因为当时16岁的公主育儿经验丰富，且性格温顺和人亲近，所以她和她的女儿贤贤顺理成章的被选为纪录片的主角。公主饰演大熊猫妈妈丫丫，贤贤饰演熊猫宝宝美美。虽然对人类来说是纪录片，但对公主和贤贤来说，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生活。公主的母性很强，经常可以看到她把女儿紧紧的抱在怀里，或者护在身下。而且纪录片还拍到了很多有趣的片段，一片树叶飘落在贤贤的身上，立刻触发了贤贤的演技，嘤嘤叫的翻滚下山坡，中间明明都停下来了，然后身体轻轻一仰，又接连翻了几个跟头。躺在落叶中的他还不好意思的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，这小模样真的太可爱了。贤贤精湛的演技也惊呆了他的邻居。慢慢的，贤贤长大了一些，公主开始教他爬树，因为担心女儿掉下来，公主一直都在他的身边守护着。很快，贤贤已经可以独自征服大树了。看着贤贤挂在树梢的样子，仿佛看到了正在野培的贤贤大仔的身影。或许正是因为贤贤小时候这段在野外的生活经历，让他具备了带崽野培的能力。而且当贤贤探头探脑的出现在草丛中，真的美的就像大自然的精灵。慢慢的回归大自然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。目前贤贤大仔还处在野化培训的第2阶段，他只有完成第2阶段和第3阶段的培训，才会被真正的放归大自然。而且如果贤贤大仔成功完成野培，他将被放归的山林正是他的太姥姥堂堂被救助的地方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园。而他的弟弟贤贤仔则在圈养条件下，让大家看到大熊猫可爱的一面，也让大家明白保护大熊猫是一个亘久不变的课题。打扫卫生的临时工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野培专家，穆世杰和大熊猫的情缘到底能有多传奇？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穆世杰见到了误闯村庄的大熊猫，他瞬间被眼前憨态可掬的黑白团子吸引了。后来他便放弃了外出打拼的机会，在09年到核桃坪基地应聘，成为了园区里的一名清洁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清理大熊猫吃剩的残竹以及粪便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，穆世杰风雨无阻，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。2008年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卧龙受灾严重，笼舍坍塌，大熊猫四处逃窜。曾经山清水秀的卧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一片狼藉。因为这9年的工作，让穆世杰对大熊猫的感情更加的无法割舍。即便他不是饲养员，他也仍然奔走在救援的一线。余震过后的进山搜救工作也非常的艰难。穆世杰凭借自己对大山的了解，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寻找逃散的大熊猫。那一天下了1天的雨，我们挺饿的，我记得没有带什么多的这个吃的，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啊。这样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全身上滴满了的那个蚂蟥。搜救工作结束后，大熊猫也都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穆世杰本以为他和大熊猫的情缘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在他去和基地领导告别的时候，却迎来了意外的收获。穆世杰被破格录用为正式的饲养员。自此以后的10几年里，他基本都在野培工作的一线。因为经常走山路，他的膝盖出了问题。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，它的咔嚓咔嚓的响。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，当时我是哭了。我哭的是，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，不能陪他们了。尽管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还是申请回到一线工作。其实像木奶爸一样的饲养员我们有很多，即便他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却同样把大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。把木鱼喊回来，把木鱼喊回来吧。盘点那些普通话10级的大熊猫，大家都知道东北人很爱唠嗑，没想到东北的熊孩子也那么能唠。目前生活在吉林长春熊猫馆的初心，和奶妈的日常对话那是字字清晰，句句回应。奶妈给初心喂小苹果，初心吃得很开心。好吃不？好吃啊，好吃多吃点啊。吃吧，吃胖胖的啊。在外场玩雪玩得正嗨的初心，听到奶妈喊自己名字，便立刻趴在围墙上探着头回应奶妈。初心，哎，看不着你啊。初心。
而当有人问他是初心还是暮云时，即便他都走出很远了，也不忘给句回应。你是暮云还初心呢？初心呢？虽然初心和暮云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，但两个小家伙的性格却是截然不同。初心生物钟很准时，到了下班点就会主动来到门口等着回家。暮云则喜欢拖堂，每次都要喊他很久。有一次初心又早早的守在门口着急下班，但奶妈说暮云还没回来，要等他一起，于是让他去喊暮云。暮云呢？把暮云喊回来，把暮云喊回来吧。结果初心真的能清晰地喊出暮云的名字，这普通话标准的程度和他远在大连的叔叔金虎有着一拼。金虎可以做到无障碍和奶妈对话。我喜欢泳泳，说喜欢泳泳，说喜欢妙音。哎呦我天哪！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妙音呗？哎呀，喜不喜欢飞云？啊？因为王雪奶妈总喜欢逗金虎，所以金虎还会和王雪奶妈吵架。哎呀，刚才说你了，果然金虎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，他都能接得住。怪不得有传闻说，当年计划让金虎参演一部电视剧来饰演飞云的老公，结果在对戏的时候，演员说一句台词，金虎就嗯一声，而且他还不挑人，哪个演员说话他都嗯，把导演都嗯无语了。最后只好让妙音女扮男装顶替他。而他的好外甥萌兰从小也是个嘴炮，一群小熊都在等吃的，就他叫的最欢了。我回来了。据说因为他话实在太多，小伙伴们嫌他太吵，还曾把他推进沟里。萌兰也可以和发姑奶爸无障碍交流。60多斤啊！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来，胖儿，胖儿，宝贝儿。大家还知道哪些语言天赋异禀的大熊猫呢？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诚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幺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诚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她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诚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诚实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诚实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七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艺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艺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诚实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诚实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艺大喊：“你过来呀！”把奇艺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师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诚实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诚实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诚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亚运司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诚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亚运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诚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诚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